嗨，各位跑者，大家好，我是光头，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今天我们邀请到越野圈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物哦，就是我们的 Go for Mosa 的创办人韩国欧巴。Hello， 大家好，台湾的欧巴哈。那我是 Go for Mosa 创办人之一。那我现在主要在做的就是越野跑的推广跟教学上。那我个人呢，在跑步这个领域啊，相当的擅长，但是越野跑相当的不擅长，所以特地来到我们的军舰岩的青山步道，想要来好好请教欧巴，究竟什么是越野跑 ？OK， 好，那光头擅长跑步哦，不擅长越野跑。我刚好相反啊，我擅长越野跑，但是路跑的部分呢就比较差了一些。但是呢，越野跑啊，我认为它是一个结合登山跟路跑的活动哦，所以它跟路跑还是有点相关的哦。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两个活动的结合，但是呢，更靠近登山一点点。哦，那我想问一下光头教练，今天一场路跑赛事中，你什么时候会用走的？什么时候会用走的？好像不会走不会走对不对？对，我刚才疑惑了一下，他不会走，他能力太好了。什么时候会用走的？爆掉的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是哦，所以你在路跑的时候，当你用走的，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你状况很不对的时候。好，但是哦，在越野跑里面，你可以走的心安理得哦，你可以走的理直气壮。好，这就是越野跑好玩的地方，你不用一直跑起来哦，它是一个走跑一直在交替转换的过程，一直跑起来不代表你就跑得有效率哦，不代表你行动的有效率，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走跑的策略转换上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你刚刚讲到啊，它偏登山多一点，难怪，因为我个人百岳是0。所以难怪我越野跑特别弱。换另外一面想，它其实就是快速的登山方式。那一般传统登山，我们就讲背比较厚重的包包，然后呢，可能走轻量的或是重装的登山鞋。但是在越野跑里面呢，我们都是比较轻便快速的装备，那才可以应付这样比较快速的移动的运动。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欧巴身上啊，已经准备了一些装备了。哎呦，帅哦，帅哦！想要入坑越野跑啊，你必须准备2个必要的装备。好，第一个就是我身上看到的这个炫炮的水袋背心。炫炮是什么意思？纯粹是它颜色很炫炮而已。我想它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也还蛮炫炮的。水袋背心呢，跟一般的后背包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比较轻量、透气，然后再来一个合身。合身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我们的运动形态是会比较多晃动的哦，跑动的状态下，那你一般的后背包，如果你的是不太贴身的话，它其实会有震荡，对，它在背后里面震荡，那其实是会大大影响你的跑动能力的。所以呢，请看到它是一个贴身的材质，那你在跳的时候，其实你的东西也都不会有太大的晃动感。然后呢，最大的重点是它可以方便你随时补水，当你口渴了，你只要吸1口就好了。那传统的包包是怎样呢？好，我口渴了啊，我的背包放下来，打开，瓶盖转开，喝下去，盖起来，放回去，拉链拉起来，背上来，很不便捷。对，你的队友都跑光光了，所以它还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方便你随时补充水分、补充营养品，可以拿你各个想要的东西。那因为越野跑，我们活动的范围啊是在山域环境里面。那你在山域环境里面不可能像路跑嘛，最频繁是2公里就有一个水站，不可能这样去设置。所以我们啊在中间可能会有1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到2个小时以上，你的行进间是没有任何补给站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把这段时间的补给都带在身上。原来包含水啊，你的能量还有你的电解质都要准备充足的。OK， 那你要入坑越野跑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装备，你要一双越野跑鞋。我今天呢特别就穿了越野跑鞋，大家看到为什么这个有颗粒？越野跑鞋啊，跟一般跑鞋最大的差距啊，就在大底的刻痕上面，齿痕是比较深的。然后比较像是钉鞋一点点这样颗粒般的那个齿痕，要应付的就是在越野啊，我们比较多湿滑的地形，还跟土壤啊能有比较大的咬合面积所以它的摩擦力是会比较强的比较不会滑倒。我们听众想要去知道说，那我今天穿的是一般的慢跑鞋，跑越野呢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或是我能够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尽量啦，还是选择不太技术地形没那么高的，比较安全的可能树跟石头出现的频率是比较少的，你可以适合去林道或是那个天母古道。上面的那个石子路，那个一般的跑鞋都还算是可以应付，但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要越野，干脆就直接买一双越野跑鞋。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喽 ，Go，Let's go。OK， 好，那首先呢，我们现在谈啊，其实大家最害怕、最不想面对的就是上坡。那些上坡啊，它其实说穿了呢，跟你的体能是直接有关系的。
所以你的上坡能力要好，就是把你的体能建立起来就好了哦。但是呢，在今天体能一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些技术可以去做学习的。那以下3个重点教给大家，让你的上坡可以技巧更好、更轻松。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善用你的重心。我们人是靠重心在移动的哦，所以尽管你是面对上坡，你还是可以利用你重心的微微前倾以及快失衡的状态下，好去做移动、往前移动的动力。你就是保持这样的重心，稳定的向前向上，这个呢就会让你在移动的过程中比较轻松一点点。再来是第2点，好，我们的步伐注意要步伐小，那可以用高步频的方式去做取代，比较不会有额外的肌肉的负担。我们尽量避免去做太大的跨步，然后以致后腿还要去做推蹬。好，那其实这对后腿呢、小腿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取而代之的，我们应该是用步伐小、步频快的方式去做处理，然后善用重心去带领。那这样的过程中，你的节奏也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的。第3个，也就是刚刚已经有提到的，保持稳定的节奏。所以你的上坡应该是要节奏顺的、轻快的哦。不管你是用跑的，或者是用走的，不管你是哪一种节奏，你都应该要保持在一个稳定输出的节奏哦。你不可以忽快，然后走慢了、累了，哦就变慢了。哦，这时候呢节奏差，对你运动的表现是会有很大的落差的。想象你在测一场10公里的赛事，你一下跑快爆冲，一下又慢了，那这时候对你的运动表现绝对是大打折扣的。好，所以面对上坡这种耗费体能的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技巧好，第2个节奏要稳定。好，这大概就是上坡我要教给大家的技巧。好，如果以上3点都学会呢，这时候教大家一个比较进阶的技巧，我们叫做它 Power Hiking。Power Hiking 就是强力的健行。那它的概念很简单，将你的双手当作是登山杖，当你要往上踩，要支撑站起来的时候呢，双你的手放在你的大腿的股四头端，轻轻的往下推，并搭配你的下肢去做站立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在借由你上肢的力量，对你的下肢去做一个推的力量，产生一个地面传来的反作用力，所以它会让你在抬起你的身体的时候更加的轻松。但是呢，要注意一点的是，上肢不能过度的用力，你不能全程一直绷着，这样相对啦就是一个费力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恰当的时机施力就好了，其他的手都是放松的，推推。推，看似不费力、轻松的动作，其实它有它的技巧，它有学问在的。好，这是教给大家的一个比较进阶的动作。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环境是比较不规则的原始土径的地形。原始土径我们在进行上坡的时候，原则跟刚刚在阶梯上的教学都是一样的，只是呢，你必须要多加一个路线上的选择、脚点上的选择要多加注意一些。我们最常要注意的呢，就是避免大落差的跨步。大落差像这样我这样看过去当我直直的往上抬、往上走的时候，这个落差对我来讲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宁可选择多走几步，绕道而行。我们又叫它落差减半法，我不会去选择这种大步的踏阶。那这样相对的，我在踏上去的时候对我的下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当我选择绕道而行，选择落差低的地方，对我的肌肉负担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也会让你的体能的耗费不会这么的快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落差减半法教给大家。OK， 好，接下来要教大家视线安排。那越野跑不像路跑它是比较一个安全的环境。在越野跑里面呢，你看我们会有不确定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石头比如像树干，然后以及不确定的一个大落差。所以我们在视线上的安排必须看近，更要看远。讲直白点，什么都要看看近的话呢，大概就是你10公尺的范围内，10公尺的范围内，也就是你接下来要跑的几步的距离，去选择适合你的踩点。
看远的部分呢，就是你现在视线所及最远的地方。那你必须要判断前面是要左转弯还是右转弯，还是有个悬崖，还是要上坡了。这都会影响到你在跑动的节奏的安排上面。所以我们只有边跑的时候呢，大部分看近，那偶尔呢要抬头看远的地方。我们大概每5秒以内大概有4秒钟，我们都是看近的。其中1秒钟呢，抬头起来看一下远的地方，确认地形，我们就可以再专注我们未来的几步上的踏点。所以请大家记得看近，更要看远。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欧巴教练的介绍啊，不论是在楼梯的上坡技巧啊，包含稳定的节奏，还有我们在手撑的时候，尽量不要有核心没有稳定的一个状态，也包含了我们在踩点的时候的一个选择。不过我比较不太担心我上坡啊，毕竟大家知道我是相对的在上坡的能力是比较出众的。可是我担心的是下一个下坡啊，因为怎么样，有上就有下。好了，各位观众们，我们就下一集见喽！到底跑了没？持续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大家拜拜，拜拜。